发了芽的土豆到底能不能吃？原来一直被误导了，现在知道还不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发芽的土豆能吃吗？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困扰了很多年了，甚至许多家庭在储存土豆的时候都会进行检查，看看有没有发芽的情况。一旦发现土豆上有芽头，就会立刻果断丢掉。其实发芽的土豆呢，并不用全部都扔掉，因为呢，有一些呢是可以食用的。其实如果大家好好注意的话，就会发现当我们把土豆放久了之后呢，表面呢就会长出一些青色的小芽头。这些芽头呢并不是无害的，相反，它们是带有一定的毒素的。如果我们不加以处理，就直接吃掉，甚至还会中毒。因为土豆本身呢就属于驯化后的植物，其野生状态下呢是不会有自然形成的种子的，而是通过这些芽叶进行繁殖的。因此这也就导致了土豆在发芽之后呢，会释放出一些叫做龙葵素的毒素，以防止其他植物或者是动物来抢夺它的种子。这种龙葵素对于兔子来说呢是致命的，对于人类来说也可能令人经历恶心、呕吐、肠胃不适等中毒症状。由此可见，发芽的土豆呢确实是不能食用的。那它究竟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分辨能不能吃？因为龙葵素呢本身是无色无味的，所以呢我们是无法通过感觉来进行判断的，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土豆的状态来进行判断。一方面，土豆上的芽头越大，所含有的龙葵素呢也就越多。正常情况下，新挖出来的土豆上呢是土灰色的，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判断。如果你发现有一颗土豆表面是泥色，但上面呢又长了一点点的小芽，那这个是完全能吃的。但是如果你发现它表面呢除了有泥色以外还有绿色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吃它了。其实在黄种人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基因，耐龙葵素基。简单来说就是体内产生一种酶，可以中和部分的龙葵素，因此这个群体可以吃一点点绿的芽土豆。不过这也并不是说这样的人呢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吃绿色土豆，而是由于这个基因呢使他们吸收龙葵素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。没有这个基因的人，只要吃上一点点的就会出现中毒的症状。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吃变绿的土豆，就不要随意的尝试哦，因为这样呢很容易导致后果难以挽回。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认识，就是煮熟吃。很多人觉得只要煮熟了就可以把龙葵素杀死，其实这是非常不可靠的方法。因为龙葵素呢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，所以通过煮熟的方法无法将其破坏掉。所以不确定的情况呢不要随意尝试哦。最后总结，刚买的新土豆泥土新鲜，没有绿色，有一点点芽的，削去芽眼和外皮后呢是可以吃的。但是放很长时间的土豆变绿了就不要食用了哦。过几天就立冬了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。今天我教你保存土豆好方法，就是放到来年春天依然新鲜哦。这边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纸箱，纸箱的大小根据土豆的多少来决定，这个方法就适合楼房大量储存土豆了。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些毛巾或者是旧衣服、旧报纸等等吸水性好的衣物、纸张，将其垫在纸箱底部，然后我们再把土豆呢挨个放进来，注意不要堆叠在一起，并排放就行。堆叠挤压容易使土豆受重力挤压破损，从而引起变质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一点小苏打，将其均匀的撒在土豆表面，用来保存土豆。那么小苏打为什么能够保存土豆呢？这是因为小苏打呢它可以充当干燥剂，可以吸附空气中多余的水分，从而就达到了防止土豆发芽变绿的效果了。如果土豆量多，我们就再覆盖一张毛巾，然后呢再放上土豆，这样土豆呢就不会破损，从而可以延长土豆保存期限。有发生变质的土豆呢，千万不要一起放进来保存，避免一个坏两个，两个坏一堆。再撒上一些小苏打，
土豆量多就按照这个顺序把纸箱装满就行。最后我们只需要把纸箱口密封起来，再把纸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。记住纸箱呢不能直接放在地上，以免受潮。建议在底部呢垫上一些砖块或者是木板，保持通风，这样就能保存好几个月，土豆都不会发芽，也不会发青，更不会腐烂，会一直保持新鲜。箱子的作用呢其实是为了避光，让土豆接受不到光源，这样一来呢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，即便有空气以及一定的水分呢也很难发芽。而毛巾的作用呢就在于防潮保暖，还能防止冬天土豆出现冻伤的情况，同时保持其干燥。保存土豆，温度、湿度、光照呢是3个关键的因素。如果受到光照，土豆就会发青；如果温度过高，土豆就会发芽；如果湿度过大，土豆就容易腐烂。那我们用纸箱搭配小苏打、毛巾，合理的避开了这几个要素，就能保存土豆小半年依旧新鲜啦。那发了芽的土豆，大家扔了都会觉得浪费，其实我们可以将其合理的利用起来哦。妙用1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吃饭时就很容易把油呢弄到衣服上，用了很多方法呢都没有办法呢把油脂去除干净，这就让人觉得很烦躁了。如果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：把土豆切开，然后呢放上一勺食用盐，再用这切开的土豆来搓洗衣服脏脏的地方，大概20秒左右，大家可以发现衣服上的污渍明显淡化了，变得很干净。因为土豆里面的淀粉成分呢，能够有效的溶解污渍，特别是对于血渍以及油污具有很强的清洁作用。经过一番搓洗后，我们将其漂洗干净，即可恢复衣物，使其光亮如新啦。妙用2，你家的水龙头上有水垢吗？水龙头上如果有水垢的话，用起来就会觉得很不干净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发芽的土豆来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。先将发芽的土豆切开，再去轻轻的擦拭水龙头上面的水垢。擦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就会发现水垢已经消失不见。如果我们在擦的时候发现水垢没有彻底消失的话，不妨试着多擦几遍，这样上面的灰尘和污渍就都被擦掉了。妙用3，清洁洗碗池。我们的洗碗池呢，经常会留下油污，感觉很脏又不好清洁。把发了芽的土豆切开，放在水池里擦拭。因为土豆含有大量的淀粉成分，所以吸附能力非常强。用来擦拭带有油污的洗碗池，很快呢就能够把油污吸附掉。然后呢再用清水冲洗一下，洗碗池立马变得洁净明亮。妙用4，发芽太多，其实可以将其种起来哦。准备一盆装有泥土的花盆，将发芽的土豆呢直接种在泥土里。注意将发芽的部位朝上哦，不然呢是种不活的。也不需要种得太深，简单的盖一层泥土呢就可以了。种完以后浇点水，再放到阳台让它慢慢长大，这样来年呢就可以收获2盆土豆了。土豆来年呢都不用再买了，省钱又便利。相信我，土豆呢是十分容易种植的，即便你没有经验，依然能够成功，能收获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